冲进医院。这突如其来的一幕，可着实把现场众人吓了一跳。不等众人反应过来，紧接着那断腿的男人也被送到医院。不过好在伤口十分平整，那断掉的小腿完全可以再接回去。本以为手术可以顺利进行，可此时实习生却突然察觉到了不对劲，顿时就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，面对主任的询问更是变得吞吞吐吐。But what?在主任的不断催促下，他也只好将断腿推了过来。可掀开床单一看，两条腿竟然全是左腿，明显他瞄得顺拐了。实习生无辜地看着主任，主任更是气得骂娘的心都有了。病人是你接待的，断腿也是你取来的，你他喵就不能提前检查一下吗？ Find the man's leg, Yang. Find it now. Yes, sir. 实习生赶忙出去寻找断腿，可他翻遍了整辆救护车，却始终没找到那消失的右腿。实习生急得就像那热锅上的蚂蚁，可一旁的救护员却说起了风凉话。实习生本不想理睬，毕竟患者还急等着手术，但急救员的话顿时就让他心凉了。原来列车出轨撞上了高架桥，餐车车厢的车顶被削掉，径直插进一节乘客车厢，有些人当场身首异处，断腿断脚的更是不计其数。他们根本没时间分类整理断肢，只好全部打包送来医院。听到这里，实习生来不及多想，赶忙返回医院四处寻找断腿。不多久，他就提着一个袋子冲进手术室。他检查了所有送来的断腿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伤口平整的。可主任扭头一看，这断腿脚趾上竟然还涂着红指甲。主任强压着心中怒火，实习生则是一脸的懵逼。 Notice anything else about that leg? Anything other than that very clean cut? Take a look at my patient, Dr. Yang. Does he look like a man who woke up and shaved one of his legs this morning? No. Right. The right leg. Thank you. 无奈下，实习生只好将电话打去了消防局。可一番询问后，对方并没在现场找到其他断腿。要是找不到断腿，主任怕是会将他生吞活剥了。可当他胆怯地回到手术室后，却发现主任正在给患者做截肢手术。Oh, you found the leg? I found the leg. 原来就在刚刚，消防员找到断腿就急忙送来医院，恰好交到男实习生手里。为了赢得手术机会，他并没告诉那女实习生，直接将断腿送去了手术室。现在好了，忙活半天自己成了大冤种不说，那来之不易的手术机会也被抢走了，这可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！
从没见过这么酷炫的手术。医生切除患者部分胸骨，继而采用3D 打印的钛合金来代替，不仅能与身体完美契合，更是堪称现实版的钢铁侠。女孩之所以要做这个手术，是因为胸骨上发现了癌细胞，不仅快根除，很快就会蔓延全身。但这个看似酷炫的手术却隐藏着巨大风险，卡瑞医生更是强烈反对，毕竟这种手术只给成年人做过，在孩子身上还从未应用过。他奉劝女孩母亲千万别让孩子做，一旦失败更是会有生命危险。可面对卡瑞的极力阻拦，那没主见的母亲却将目光投向了女儿。Please, Mom. It's what she wants. 卡瑞顿时就傻眼了，放着更安全的手术你不做，非要让女儿冒险成为钢铁侠吗？其实卡瑞曾提出过另一种方案，虽然后续还要做几次调整手术，但总归来讲会更安全，可却遭到女孩当场拒绝。他觉得那样太过麻烦，还会在胸口留下一道长长的疤痕。尤其当骨科医生提出这个酷炫的手术后，女孩更是不听劝阻，当即就答应了手术，却殊不知她险些就因此死在了手术台上。原本手术一切顺利，医生划开胸腔，先是用合金模型比划好尺寸，随后拿起骨锯进行切割，切割尺寸必须精准，稍有偏差，移植的钛合金胸骨就无法契合，很快癌变的胸骨就被精准切下。医生本以为可以松口气了，但他们还是高兴的太早了。医生刚想对钛合金胸骨进行移植，却发现怎么也放不进去。Shoot, damn it! What is going on? It's not fitting. How is that possible? It's custom made for her. 看来是钛胸骨的尺寸偏大了些，重新打印一副显然来不及了。那样不仅面临感染的风险，更可能因为麻醉时间过长，女孩无法醒来。唯一的办法就是掰开胸腔，强制把钛合金胸骨放入，但这样很可能会掰断肋部，从而将女孩的心肺刺穿。可事已至此，也别无选择，只能看女孩运气了。Mine's tough. 1, 2, 3. 医生采用最原始的办法，在不损伤脏器的情况下，用力掰开胸腔，以腾出更多的空间，力道既不能过大，也不能太小。可反复尝试后，非但没有成功，反而因为麻醉时间太长，女孩心脏开始出现了衰竭，留给医生的时间不多了。随着镜头一转，看着病床上的女儿，母亲担心的直接哭成了泪人。但好在手术有惊无险的完成了，女孩也如愿以偿的成为了钢铁侠。Your mom will be back soon. Check this out, Iron Man. You were a badass today. 医生正在专心的手术，可谁都没注意到，那皲裂的天花板正在缓慢漏水。不等众人反应过来，下一秒天花板突然坍塌，废水连同残渣一股脑砸向手术台。即便医生用身体护住病人，但还是有些残渣落入到病人体内。恐怕病人做梦都没想到，做个手术竟还险些被砸死当场。话说这个病人也着实倒霉，刚到医院就霉运连连。医生刚想推他去做检查，不料轮椅的轮子竟还坏了。男人却丝毫不以为然，毕竟他早就倒霉惯了。上个月他的烤箱突然爆炸，他的爱猫被炸死了，刚想去阳台哀悼一下，却不料阳台也塌了。好在他家住在2楼，否则自己也就挂了。医生刚想去给他换个轮椅，可男人却不听劝阻，说什么也要站起来走2步，但也仅仅是走了2步。这下好了，直接脑袋着地被摔晕过去。男人醒来后依旧是一脸淡定，这可把主任吓得不轻，还承诺送他一次免费 CT。却殊不知，这次男人的结局更加悲惨。男人才刚躺下，那头顶的天花板就突然开始漏水，随着一阵呲呲声，仪器瞬间闪起了浪漫的火花。这下完犊子了，男人怕是要被火化了。一阵短暂沉默后，男人突然又发出了声音 ：“Hello。”主任再次连连道歉，并一再叮嘱医生，接下来一定要给男人最好的服务，否则很可能会被男人起诉。但让人没想到的是，男人表现的却异常平静，毕竟他早就习惯了各种美誉，老婆和他离婚不说，还勾结会计一起偷走了他的钱，苦心经营的店铺也被大火烧个精光。原本以为儿子是他最后的依靠，却不料儿子也不是他亲生的，身体不适来医院做个体检，还被确诊为了动脉瘤。真不知道上辈子做了什么孽，竟受到老天的如此对待。主任对此深感愧疚，于是决定给男人免费手术。原本手术一切顺利，毕竟切个肿瘤也不算什么。可就在这时，那头顶的天花板突然脱落，一股脑就砸向了手术台。而也就在给男人清理身体时，医生又在他体内发现了一个糟糕的东西。手术过后，男人很快从麻醉中苏醒过来，他很难想象手术竟会如此顺利，但医生却告诉他想多了。手术时天花板坍塌，很多碎片落进了他的体内，但也就在他们仔细清理碎片时，在他的胰腺里发现一个恶性肿瘤。男人本以为这下真的死翘翘了，可医生又告诉他，由于肿瘤发现的比较早，已经连同动脉瘤被一起切除了。要知道，他们还从没发现胰腺癌发现的这么早过，也多亏了天花板坍塌才让他们注意到。看来男人的好运终于到了。She's that girl I'm gonna save her.
就在刚刚，医生刚给女孩耳朵做完麻醉，可他刚准备处理伤口，两男孩竟在急诊室玩起了传球。不料男孩不听劝阻，竟又把球给丢了出去。这下事儿可大了，急救员的一个转身，碰巧又把球给拍了出去，于是便发生了开头的一幕，患者耳朵被当场削掉，医生顿时就吓傻了。Oh God！ 医生急忙让同事拿来纱布，不料同事的一个转身，竟刚好踩到那掉落的耳朵。女孩再也忍不住了，当即就被吓出了猪叫。这下可热闹了，男医生被摔得当场昏死过去，女孩更是倒霉的被削掉耳朵。那摔倒的男医生还好说，醒来后并没检查出什么大碍，只是摔出了个3级脑震荡。但麻烦的却是那被削掉耳朵的女孩，人家本想给耳朵做个清创，耳朵被削掉不说，还被那医生给狠狠踩了一脚。医生安慰她不要担心，他们会免费把耳朵给她接回去。难道事情就这么算了吗？想必换成谁都不会乐意吧。而事实也的确如此。很快，女孩父亲就找到了医院，主任本想解释一下，但父亲根本就听不进去，女儿耳朵都没了，还解释什么？一套医疗术语更是把主任顶得哑口无言。Are you a doctor? No, malpractice attorney. 这下可真是尴尬了，看来此事不能善了了。更是与此同时，那削掉女孩耳朵的医生也陷入了尴尬。由于他刚才的失误，所有患者都不敢再让他触碰，生怕自己哪个部位也被削掉。本来这就够让人闹心的了，但那群男孩依旧吵闹不止，这可把军医出身的亨特气坏了。Damn it! Just stay down there for a second. Oh, I like a man with authority. Me too. 虽然这边暂时消停了，女孩那边却又突发了意外。医生检查时意外发现，女孩竟还存在着心室间隔缺陷，如此严重的疾病，甚至连女孩自己都不知道。可也来不及多想，医生当即就给她安排了手术，在做心脏手术的同时，顺便把那削掉的耳朵给接了回去。按理说，这也算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了。耳朵不但被成功接了回去，那心脏的隐患也被彻底消除。但不知所以的父亲并不打算就此罢休，当即拍下证据就要起诉，直到女儿告诉他自己的心脏被一同治好了。医生也算是救了他一条命，相对于性命来讲，掉落一次耳朵又算得了什么呢？父亲想想也是，这才答应就此作罢，否则医院还真免不了一大笔赔偿。原来爱笑
男人手臂竟被卡在了绞肉机里，而如此恐怖的一幕，顿时就把那实习生吓了一跳，血液和肉馅混在一起，别说实习生了，想必谁看了都会是毛骨悚然。医生安慰男人不必惊慌，他们会给他注射止痛剂，再想办法把手臂给弄出来。实习生就不理解了，半条手臂几乎都被绞碎了，截肢无疑是最好的选择。医生感觉也有道理，可他刚想安排人手进行手术，实习生却又突然叫停了他。男人的手指血管充盈，说不定还有挽回的余地。来不及多想，当即就要找人把绞肉机锯开，但一旁大壮却是不乐意了。这台绞肉机可是花了他不少钱，锯开起步就报废了。好在小胖有几分手艺，保证说他能把绞肉机拆开。时间紧迫，两人随即就开始行动起来。原本以为会很顺利，可刚拆到一半，仪器就发出了警报声。原来随着机器的松动，男人的血流也不断增多，但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。15分钟内拆不掉机器，那等待男人的只能是截肢了。眼看时间一秒秒过去，男人的血压还在持续下降，在医生不断催促下，两人也很快完成了拆卸。医生让两人赶紧离开，因为接下来的画面会很吓人。但由于好奇心作祟，两人非要留下来观看。可当手臂被抽出的那一刻，两人顿时就傻眼了。Holy God! 男人3根手指已被绞断，那大拇指更是成了一团肉泥。医生建议将大拇指换成一只，可那实习生死活不干，非要截掉男人大脚趾来接到手上。虽然看着有点别扭，但毕竟还能凑合着用。医生对此则坚决反对，怎么能截掉人家大脚趾呢？要截也得截2脚趾，至少这样能降低行走不便的风险。主任得知后顿时也被惊呆了，这办法你们他喵都能想得出来？把脚趾接到手上，要是换成你愿意吗？果不其然，实习生刚说出这个想法，一旁大壮顿时就不淡定了。I'm sorry. I didn't mean to yell. It's just... That's weird. Yeah. 但没想到的是，男人觉得这或许是个好办法，至少他的手还能凑合着用，当即就让医生抓紧手术。I think the toe will be fine. I was right. Pulling strings behind the scenes like some kind of puppet master? 虽说这个手术有点奇葩，可也勉强保住了男人手掌，这可真是只有做不到，没有想不到啊！男孩。面部畸形，看起来着实有点怪异。宝宝同时患上了脑膨出和唇腭裂，患上任何一种已实属罕见，更何况还同时摊上了2种。然而令人庆幸的是，超声波显示脑膨出的部分只有体液，并不包含真正的脑组织，因此完全可以手术切除，然后再取下一块颅骨，填补到切除的部分即可。而至于剩下的唇腭裂部分，对于整形医生也不算什么难事，相信手术过后，宝宝很快就能恢复正常样貌。本以为这种情况已经够罕见了，但这个宝宝却更加棘手，他的心脏竟然长在了外面。要想挽救宝宝，
宝，就必须把胸腔抛开放回心脏，但这种手术风险极高，成功率更是还不到5%，稍有偏差，宝宝就可能命丧当场。然而如此重要的手术，那主刀的女医生竟然出现了失误，由于手抖，刚下刀就戳破了宝宝肺动脉，鲜血瞬间喷射而出，众人顿时就懵了，他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？这显然不符合常理。大胡子瞬间意识到不妙，他怀疑女医生喝酒了，赶忙跑过去进行质问，但她却是矢口否认。You are impaired. My patient, my surgeon. You are not fit to operate. Clamps to me now. 愤怒之余，大胡子当即就让护士给他验血，万一宝宝有个3长2短，这将会是有力的起诉证据。可出乎意料的是，他的血液中并不存在酒精，那他为何会手抖呢？在两人的不断逼问下，眼看是瞒不住了，女医生也只好说出实情。原来他一直有偷偷酗酒的习惯，喝酒之后才能正常手术，而他近期在尝试戒酒，因此出现戒断反应，产生手抖。如果不让他喝半斤白酒，接下来的手术他将无法继续，这让医生很是为难。毕竟这个手术只有他做过，但宝宝生命危在旦夕。无奈下，大胡子也只好答应了他的请求，允许他小酌一杯。可奈何女医生酒量了得，一杯又哪里会够？不一会儿就喝下了半瓶酒。但为了防止意外发生，大胡子让他在一旁指导，他来操刀给宝宝手术。可等剖开宝宝胸腔后，大胡子发现宝宝心脏太大，那小胸腔根本装不下。就在这危急时刻，女医生让他切掉一部分肺部，心脏就可以装进去。虽然这会影响到宝宝呼吸，但能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。果不其然，心脏很快就被顺利放了进去。本以为这样就完事儿了，可医生刚想缝合伤口，宝宝心率突然飙升，直接飙到了200多。眼看宝宝快不行了，女医生断定是心脏存在肿胀，必须立即剪开伤口等心脏消肿，然后再对伤口重新缝合。果不其然，等宝宝心脏消肿后，缝合伤口时便再没发生意外，宝宝所有指标都很正常。医生还给宝宝做了一副小盔甲，希望能保护他茁壮成长。经历此事，大胡子提醒女医生尽快戒酒。作为一名医术超群的医生，千万不要因为酗酒毁了自己的前程，毕竟还有很多病人等着你去救治。1岁大的宝宝哭闹不止，而医生却并没发现任何异常。可当他抱起宝宝的那一刻，宝宝身上隐约的气味顿时就把医生吓了一跳。他吩咐助手偷偷给宝宝验血，千万别让宝宝父亲知道。他怀疑父亲可能对宝宝做了不得了的事情。验血结果很快就出来了，可当医生看到报告后，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It's crazy, isn't it? Stay here. Stay in this room and do not leave. Do not leave that man alone with that child. 医生怎么也没想到，父亲竟然对宝宝做出了那种事。意识到问题严重性，医生赶忙将此事告知了主任。他们竟在1岁宝宝的血液里检测出了和毒品相关的成分，而宝宝之所以会哭闹不止，很可能就是毒瘾发作引起的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宝宝染上毒瘾，势必就和他的父母有关。要知道，宝宝刚被送来医院时，父亲声称是家里燃气发生爆炸，因此医生并没多想，只顾着给宝宝检查内伤。如今看来，爆炸的根本就不是燃气，而是男人家里的制毒实验室。宝宝长期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，挥发出的有毒物质不断渗入宝宝体内，这才让宝宝无形中染上了毒瘾。但说什么都晚了，一切都晚了。面对这样的结局，医生又能说什么呢？手术刀划在病人身上，医生却发出凄厉的惨叫。低头一看，腿上竟然有大量鲜血流出。可当他疑惑地看向同事时，同事表现的却是满脸的淡漠。虽然这让医生很是不解，但看着亟待手术的患者，他还是强忍剧痛，当即又拿起手术刀划了下去。却不料手术刀才刚刚落下，他的腿上竟又传来一阵剧痛。可等他撕开裤脚一看，2道深刻见骨的伤口顿时就显露出来。眼看患者的生命体征急速下降，一旁同事却依旧无动于衷。医生更是像中邪了一般，拿起手术刀就划破了自己的大腿。眼前的一幕简直就不能用诡异来形容了。
医生突然被噩梦惊醒，身为医生的他也并没多想。可等他第2天来到医院后，更加诡异的一幕却发生了。他低头一看，自己的大腿犹如玻璃一般寸寸崩碎。可等他再次扭头看去，自己一条腿几乎都崩碎殆尽。虽然这又是一场噩梦，但腿部传来的疼痛却是无比的真实。明明那条腿装的是一只，可为什么一只会发出痛感呢？作为医生的他自然也知道这种痛是假的，但莫名的疼痛几乎让他感到崩溃。无奈下，他也只好向主任求助，而主任也恰好接触过这种患者。这种病叫幻肢症，大脑会不自主地认为那被截去的大腿依旧存在，而截肢的痛感也被大脑保留下来。时不时大脑就会发出信号，提醒身体曾经遭受过的痛苦。虽然这种信号是假的，但那钻心的痛感却是无比的真实。相对于身体的残缺，心理上的折磨才是最要命的。为此，他也尝试了各种心理疗法，但结果却是收效甚微，根本就不能让自己在疼痛中平静下来。于是只好采用最简单粗暴的办法。果不其然，就在一场重要手术中，他的幻肢症又发作了。但作为主治医生的他却是不能离开，他也只能用出那个偏激的方法。Alex, take that scalpel What? What are you doing? and stab me in the foot. What? It's my prosthetic. Stab me. What is wrong with you? Dr. Krim, I am the chief of surgery. This is an order. Stab Dr. Robbins in the foot right now. 虽然同事很是不解，但还是拿起手术刀对着假肢刺了下去。当他亲眼看到自己的假肢没有痛感，大脑自然也会承认肢体的不存在，那种莫须有的痛感就会立马消失。医院惊现一具丧尸，抓
good. I'm good.